比如说我们叫打的，台湾就叫计程车；那我们叫外卖，台湾就叫外送；我们叫堂食，台湾就叫内用；我们叫电脑硬碟，台湾就叫……哦，不对，我弄错了，我自己都弄混了。我们应该是叫电脑。然后他突然就说：“哎，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台湾人哦。”然后我就那你猜我是哪里人？他就说日本人。你若因为你的口音而造成工作上有所不便，造成别人的不便的话，那肯定别人会。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陆阿豆在台湾，这个是小阿豆的头。今天我想聊的是，我现在这种大陆口音在台湾到底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呢？到底会不会被歧视呢？在目前这种舆论氛围下呢，这种社会环境下，会不会被歧视呢？那说到大陆口音之前，必须要讲讲台湾口音、台湾腔，因为大陆跟台湾两边的人，我们的可能社会环境不一样，从小长大的环境不一样各种因素就衍生成了两种不一样的口音。大家都讲中文，但是讲出来的话口音却不一样，很明显的有不同，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感受得出来。那我们大陆人又是怎么看台湾人的台湾腔的呢？我们分得出台湾腔跟大陆腔吗？其实有些人可能会迷台剧之类的，那他们就会知道台湾人讲话的口音是不一样的，是会有一股他们自己的腔调，就是台湾腔了。如果是在一群大陆人之中有一两个台湾人，那他们讲话，其实我们是很明显能知道他们不是大陆人的，不是大陆口音，很明显就是其他地方的，所以应该是分得出台湾腔的区别的。那台湾腔在大陆会受到歧视吗？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不会，因为台湾腔在大陆人的应该说是刻板印象里面是一个比较好的特点优点。因为我们认为台湾腔如果是女生有台湾腔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嗲嗲的，很温柔很可爱很细腻的感觉。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可能就觉得他是个暖男会为别人着想。台湾腔在我们大陆人的刻板印象，我说的是没来台湾没接触过正常的普通的台湾人的生活的大陆人眼中的刻板印象，就是大概以上所说的那些。所以在大陆的环境下，台湾腔应该是一种优势，不会受到歧视。那现在讲回我的大陆口音，我现在作为一名在台陆配在台湾，大家觉得我有大陆腔吗？有大陆口音吗？那之前我也发过很多部 YouTube 影片了，那下面的留言里面，有些人说我有很明显的大陆口音大陆腔，有些人又说没有，所以看来这种看法观点也是人人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有，有些人觉得我没有。那说到有没有之前，其实大陆腔大陆口音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因为大陆真的中国大陆实在太大了，人口实在太多了，可能北方的人跟南方的人，甚至是广东省或者说福建省江西省，不同省份之间的不同市的之间的口音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大陆人也会说你有广东腔，你有北京调北京腔北京口音，所以很难界定什么是大陆腔。有些人觉得我有，有些人觉得我没有。那觉得我没有的人应该是听惯了那种很标准的北京腔，就是北方的那种官话的口音，有儿化音比如说在这你干啥，类似这样子的，在他们的观点里面可能这样子才叫大陆腔。所以我呢是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南方人，广东省的人的话，我们的腔调其实跟那些台湾人眼里的大陆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理所应当认为我没有大陆腔其实也是有的。就像有一个网友在另一个人的评论下面说，他其实有台湾腔只是是南方腔，对，我就是那种南方腔，所以我其实也是有台湾腔的。那除了腔调之外，大陆跟台湾两边的用字也是截然不同的，应该说叫用词了。比如说我们叫打的，台湾就叫计程车。那我们叫外卖，
台湾就叫外送，我们叫堂食，台湾就叫内用，我们叫电脑硬碟，台湾就叫……哦，不对，我弄错了，我自己都弄混了，我们应该是叫电脑硬盘，我差点想不起来。那台湾就是叫电脑硬碟。你看我在台湾生活了1年多，都有点搞不清楚。我现在属于是那种过渡状态，就是记不清楚这个词是大陆的呢，还是台湾的呢？我有时候会用到大陆的词，有时候又会用到台湾的词，所以就是很混乱的状态。可能要再过几年才能完全就是融入到台湾的词汇的使用习惯里面去。好，那下一个就是在生活像我的大陆口音、大陆腔有没有带来任何的麻烦呢？会不会被歧视呢？那在生活方面，我可以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有一次去夜市嘛，我要去买吃的，那我跟我老婆2个人就走在路上，看到有一家是卖咸酥鸡的，然后看起来是新开的，老板也很年轻，2个男生在里面准备那个咸酥鸡，那我们就走过去说，那要不要一份鸡翅，或者说一份那个叫五谷鸡丁，是吧？应该是叫这样子，应该是叫五谷鸡丁吧？对，然后我们就跟老板说啦，要这2样，老板就做了，说要不要支持一下我们新店的发展啊？比如说可以去 Google Map 的评论里面给个5星好评，附上几张照片，那这样子我可以再请你们喝一杯红茶、饮料、柠檬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帮他做了这件事之后，我们又多聊了几句，然后他突然就说，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台湾人哦。然后我就那你猜我是哪里人？他就说日本人。然后我心里面就很想笑，因为我口音有像日本人吗？然后我就说不是，然后他就说那你是香港人吗？我就不是了。然后他终于才猜得出来是中国大陆人，我就说对，所以我的口音应该没有很符合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印象中的那个所谓的大陆口音，就是中国大陆北方的口音。但是他们也知道，就不是台湾的那种 native 的本土的口音，所以生活上他们只是会觉得你可能不是台湾人，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那会有什么麻烦呢？其实也不会啊，大家讲中文都听得懂嘛，所以在生活上就完全不会啊。他们最多就觉得听起来怪怪的，然后有些用词可能听不懂，那可能就要多说几遍。所以在生活上其实还好，偶尔还能遇到一些人跟你聊一聊，他们就觉得挺新奇的，不是台湾人的口音，他们就会多跟你聊几句啊，大家就还可以交个朋友。所以在生活上就完全不会受到歧视啦，也不会有遇到任何麻烦了。除了生活，工作方面呢，工作就比较复杂了，因为生活嘛，大家你不要得罪别人的话，不要造成别人太大的麻烦，一般也不会造成麻烦，如果只是口音的话，所以生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比较好理解。那工作呢，就情况比较复杂了，因为工作毕竟是领别人薪水，受他人所托，为他人付出劳动，获取报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嘛，你就不能造成别人的麻烦啦。你若因为你的口音啊，要造成工作上有所不便，造成别人的不便的话，那肯定别人会不太开心。那以我的情况呢，我是做跟外语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工作上跟客户的交流都是用英文，所以客人并不管我是有没有大陆口音、大陆的用词习惯，或者台湾的用词习惯，完全就不相关，你只要是用英文就好了，所以是英文水平的层面的关系比较大。但大家就以为不会了吗？其实也不是，因为还要跟同事沟通嘛，你跟同事讲话肯定就是用因为我们是小公司，所以还是用中文沟通啦，不是会用到英文沟通那么专业。那跟同事之间沟通呢，因为我之前有在台湾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所以在台湾的生活经历也算不会是完全，是有一点点经验了，所以我也知道台湾人的用词的习惯
至少是部分熟悉了，所以也不会到完全不懂。那不会完全不懂的话，我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也知道怎么样讲话才能让他们听得懂，所以我就尽量也融入台湾嘛，使用一些台湾的用词习惯啊，尽量符合台湾的口音啊。那这样子跟同事的沟通也会更加顺畅，工作也会更加流畅。但是有些地方啊，就毕竟还是不够熟悉。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哪天我上班用的电脑屏幕坏了，那我会说，我的屏幕怎么坏了？怎么亮不了了？谁能帮我？然后大家可能就听不懂屏幕是什么，因为台湾讲的是荧幕，然后就要再花时间去沟通才能了解。又或者说呢，我需要拷资料给别人电脑里面去，那我就会跟同事说，我把 U 盘给你吧，资料在里面。那同事就会说 U 盘是什么？因为台湾好像没有叫 U 盘，台湾都叫移动硬碟吗？移动盘？不知道。你看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所以就是偶尔工作上还是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会到歧视的程度吗？就是不会，大家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可以跟你再次理清啊，花一些时间沟通，就知道我们互相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就直接对你很不满意啊，很凶啊，很不耐烦啊，直接就上升到不爽的程度，歧视的程度就没有。他们也知道我是中国大陆人嘛，新住民陆配，所以还是比较有包容心了。能帮忙的也大家尽量帮忙，我也尽量努力融入台湾社会，用一些台湾的词啊，用一些台湾的语调啊，这样子大家工作上就会更加的顺畅，对双方都好。好，那总结一下，中国大陆口音在台湾会遇到怎样的对待呢？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好奇的眼光啦，但是会受到歧视吗？答案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以我的个人经历是这样了。那少部分情况下呢，偶尔也会遇到不开心的经历，但是人嘛总要往好处想，想开一点，大部分人是对你好的，那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心情就会豁然开朗了。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拜拜。